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探媽哥。你哋隻 G Goose 砌成點啊？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呢一集打磨加黑線篇。卵モデルキット。哎呀，唔記得咗講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同埋 follow 埋我個 IG 啊。根據探媽哥懶得就懶嘅哲學，打磨可以分為必須同埋非必須。必須打磨嘅有分母線，因為係會直接影響外觀；而另一樣係水口位，因為突出嚟嘅水口位會影響模型嘅結構。非必須打磨嘅有定針位，因為通常都收埋喺一啲睇唔到嘅地方，同埋基本上唔會影響結構。而另一樣嘢係銳化，因為真係各花入各眼，可能我中意起晒角嘅機械人，而你唔中意，所以呢一樣嘢都係選擇性。所謂嘅分母線其實就係模具打開嘅位置，基本上每一件膠件都會有，只不過係會有唔同嘅形狀或者唔同嘅位置。而頂針係一條鐵柱將膠件由模具入邊頂出嚟，幫助脫模。而呢啲鐵柱係會喺膠件上面留低一啲圓形嘅孔。曾經有人問過點解我會知道咁多呢啲嘢，其實因為我喺玩具公司做過一段長時間。換句話講，我係個行內人，所以你哋千祈唔好挑戰我嘅專業知識啊！打磨嘅工具有唔少，而我比較中意用嘅係呢種砂紙板，因為佢夠硬，可以做到我想要嘅銳化效果。再配合埋 Macworks 嘅自黏砂紙，佢嘅設計比較長，黏落砂紙板度之後，仲會有少少長咗出嚟，可以俾我用嚟打磨一啲比較細小嘅位置。另一樣比較常用嘅係海綿砂紙，係用嚟打磨一啲曲面嘅位置。同埋我會準備埋純水濕紙巾，咁打磨嘅時候就唔會咁容易塵土飛揚啦。打磨嘅時候，我哋用兩隻手指揸住砂紙板，用食指去做用力嘅支點。由於高檔模型最後通常都會做燒乾處理，所以我哋用600號嘅砂紙打磨就基本上已經足夠。打磨嘅時候，我哋記住要經常會走表面嘅粉塵，大概打磨到呢個程度就 OK 啦。曲面嘅位置，我哋可以用海綿砂紙去打磨，亦都係用600號就可以啦。分母線嘅打磨基本上大同小異，我哋可以利用砂紙板唔同嘅位置去幫助我哋打磨。因為 Bandai 嘅 Label Age Grading 通常都定得比較細，而為咗符合唔同國家嘅安全性要求，所以 Bandai 嘅模型通常都盡量避免尖點或者利邊。因為呢個原因，所以 HG 模型天線嘅位置通常都會生咗2粒膠出嚟，等佢唔會篤親人隻手。盔甲嘅設計亦都會喺邊位收些小圓角，令到佢唔會咁尖銳。而基於呢個原則，G Goose 嘅天線亦一啲都唔尖銳，我哋就可以用翻砂紙板做翻一個銳化。其他裝甲嘅位置，我哋可以參考翻設定圖去做翻銳化。黑線嘅工具比較多同埋複雜，如果你係新手嘅話，你可以嘗試用 Macworks 嘅黑線刀，因為佢冇咁鋒利，可以減少線刀嘅風險，而真係線刀嘅時候，傷害都冇咁大。而我收山再返出嚟嘅呢段時間，我比較中意用韓國嘅 SAB 推刀，加上我新屎坑嘅性格，我都試咗幾個大陸嘅推刀品牌，而佢哋嘅性能都唔錯，大家都可以考慮下入手。另外要推介俾大家嘅係 SAB 嘅 Zero Two， 係非常好用嘅一件工具，陣間我會再詳細介紹。另外唔少得嘅有硬邊膠帶，同埋準備一把適合自己嘅鉗。鉗係非常之重要嘅工具，基本上就係你嘅另一隻手。仲有用嚟剪硬邊膠帶嘅鉸剪仔。我哋做加深黑線嘅時候，SAB 嘅 CO2 就大派用場。大家要留意，佢平嘅一面先係刀刃，而有斜角嘅一面係刀背。喺呢啲有高低級嘅位置，如果用普通刀刻落去，就好容易會有毛邊嘅出現，而又非常難打磨走。所以我哋可以直接用 SAB 嘅 Zero Two 沿住高低級嘅邊刻落去，大概拉3至4下就基本上已經 OK。
然後我哋可以用少少滲線力去睇下條線夠唔夠順。點落去嘅時候，墨水又跟住你啱啱刻出嚟嘅線流動，基本上就已經算合格。增加黑線需要反覆嘅練習，大家可以好似我咁，先用一啲廢件去練習下，俾隻手習慣下喺唔同形狀嘅零件上面操作。刻線之前，我哋要小心粘好硬邊膠帶。硬邊膠帶基本上就等於一把間尺，大家想象下，如果間尺放得唔好嘅話，畫出嚟嘅線亦都唔會直。粘好硬邊膠帶之後，我哋可以用鉗或者指甲盡量再壓實啲邊緣。一開始我通常會用0.125嘅推刀，因為我哋通常都係向下用力，所以我會建議盡量將膠帶粘喺要刻嘅線嘅下方。刻線嘅時候，記住要非常非常之溫柔，就好似凹痕一樣，輕輕力一下一下咁樣凹落去。一個面大概拉3至4下，然後先轉另外一面，千祈唔好心急。好似呢啲轉個位置，唔好以為可以一刀過刻晒成條線。當見到啲膠水或者膠絲開始積聚，就記得及時清潔，唔好俾啲雜物阻住自己嘅視線。當逐個面刻到咁上下，我哋就可以一刀過，將黑線連貫埋一齊。然後我哋可以用 SAB 嘅 Zero Two 沿住啱啱新加嘅黑線拉幾下，咁我哋就可以做出一條 V 型嘅坑，望落去好似有一件分件一樣。有 SAB Zero Two 嘅幫助，刻出嚟嘅線就會變得好工整，同埋基本上唔使再打磨毛邊。做完打磨同埋刻線之後，我通常都會先清洗一次零件，洗走不必要嘅粉塵。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share 俾多啲朋友睇啊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